在被美国坑了190亿美元之后，台当局又一次当起了送财童子，购买了18套海马斯系统。美国依旧是只收钱不交货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财户，我是虎妞。台当局在给美国送钱这件事上是越来越停不下脚步。在去年才有消息爆出，在美国对台军售的武器订单中，已经有140亿美元的贷款没有交付了。而到了今年，这笔没交付的武器订单金额已经来到了190亿美元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国不但不需要为延迟交付付出1分钱的违约金，台当局还得照常把钱给美国，等于是美国啥也不用干，每年光等着台当局给上供就行了。不过这还不算完，有岛内媒体爆料，台当局又一次给美国送钱了。原本台军花费了大约325亿新台币的天价，购买了29套海马斯火箭炮。但是由于这段时间以来，台海局势变得不断紧张，特别是解放军对台巡航的力度进一步提升，许多武器都首次参与到了对台巡航中，这让台当局的压力感到很大，所以又和美国一商量，再次购买了18套海马斯火箭炮。原本这18套海马斯火箭炮是要等到2028年才能交货，但是经过协商之后，提前到了2026年就能交货了。对于这海马斯火箭炮，台军方面的负责人表示，首批29套的时间并没有发生变化，预计将会在2024年，也就是明年完成交付。而第二批，也就是这增购的18套海马斯及其相关武器设备，会被提前到2026年完成交付。但是对于美军能不能完成这个交付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原本台当局花325亿采购了29套海马斯火箭炮，美国就应该已经要进行交付才对。但是由于俄乌冲突的影响，美军把这些海马斯火箭炮全部送给了乌克兰。台当局想海马斯火箭炮的话，就慢慢等着去吧。不过虽然台当局的海马斯火箭炮没有到货，但是这钱还是得交才行。如果说这海马斯火箭炮的性能确实强大的话，那台当局就这么干等着送钱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毕竟美国的 F-35战机订单都排到10年后去了，不少人交了钱，现在都没看到货。那这海马斯火箭炮等个几年也是不成问题的。但是这海马斯火箭炮的性能属实是拉垮，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怎样先不谈，就拿最近的美军在黄岩岛周边动用海马斯火箭炮击沉一艘靶船来看，就足以证明这款武器的性能不行了。对于一艘没有任何防御的靶船，按理来说，就算做不到100发100中，那起码也得中上个1半吧。结果美军连续发射了5发海马斯火箭弹，居然全都是0%的命中率。到最后还是在无人机加 F-35战机的配合下，才将这艘靶船击沉，让这次的军演秀肌肉表演变成了丢人表演。就是这么一款刚在实弹射击中打出了0%命中率的产品，台当局不但不想要退货，反而加大力度增购18套，并美其名曰为了缓解紧张的台海局势。也不知道这几套火箭炮到底还是缓解局势呢，还是加重局势，或者说是着急赶着给美国送钱。当前越来越紧张的台海局势，就是因为美国不断在台湾问题上挑衅，特别是在军事部署上，除了在台岛周边修建大量军事基地部署军队之外，美国还打算加强台当局的防御能力，让台当局也有着一定的对抗解放军的能力。虽说美国给台湾的武器都不是一些尖端武器，但是一旦发生大规模冲突了，总归还是能起到一点作用的。作用就是让台军拿着这些武器，成为美军消耗解放军实力的炮灰。不过按照目前这情况来看，可能岛上的士兵并不能拿上美军提供的武器，成为消耗解放军的炮灰了。首批海马斯预计明年才能到货，但是目前俄乌冲突打得正欢，不少消息都在说乌军正在发起大反攻。既然乌军都要发起大反攻了，那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不得优先供应给他们？
所以说这第一批还是不用想了。而第二批按照开始的计划，原本还是在2028年开始交付，但是由于台海局势紧张，被提前到了2026年，也就是美军预演的台海冲突的前一年开始交付。这个时间还是有可能的，毕竟都过了3年了，美国要再不给台当局一点东西下来，台当局这么每年白送这么多钱，也太说不过去了。但是这个能交付多少就是未知数了，交1套也是交，交10套也是交，谁知道美军到时候会不会说产能有限，只能暂时给1套呢？但有虎妞说，可能到时候1套都交不了。台当局每年这么白送钱并不是傻子，325亿除掉成本，说不定美台双方的负责人对半分了，不然就这海马斯火箭炮还能有人花上百亿抢着购买。至于到时候到货的炮，恐怕就和之前的倒卖军粮一样，被人半路拦截，直接卖给黑市去了。连士兵生存的口粮都敢卖，难道几门用不上的炮就不敢卖了吗？